我是你在地的蒙特贝果专家巧儿。这家贝果很有名，你看他们现场正在制作。哇，好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做蒙特贝果。其他食谱呢非常的秘密，从来没有被公开过。那这一次呢，为了研究它的配方，我就很努力的找。最后呢，在我们这边本地的法文的一个面包论坛，就有一个人他不经意的写到说，他以前在那边工作过，然后有一次看到师傅啊随手在面粉袋上写上这个贝果的配方，他就赶快把它抄下来。因此呢，这个师傅就有点半公开被流传下来。不过我用他原本的这个配方做过，我觉得味道呢还不是很接近，所以我就改良了好几次，最后的成果呢跟我们正版的贝果味道非常的接近，所以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为了不辜负蒙特楼贝果啊，我还特别去上课。只是这个课呢，应该是主打观光课的，做得开心啊，大家交个朋友比较重要。食谱好不好吃，我们就心照不宣了。那蒙特贝果跟纽约贝果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蒙特贝果呢偏甜，而且它配方里面跟纽约贝果最大的不一样是它有加鸡蛋，还有另外一个秘密食材。那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几间贝果店呢，到现在都是坚持手工制作，而且贝果呢都是在柴烧的烤炉烤出来的，所以烤出来呢，有一个柴烧的香气，还蛮特别的。那不是我偏心啦，我个人是觉得蒙特贝果还是最好吃。今天的面粉呢，是大家在台湾都买得到的麦点面包专用粉，就是高筋面粉。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是100%无添加的面粉，没有漂白，没有改良剂，然后也没有加维他命 C。它包装上非常贴心，它有2层包装，外面这个铝包装呢可以防湿气啊，还有防虫。然后你剪开来，里面呢还有2小包，一包呢是500克。这样呢，大家呢要开多少用多少，面粉就是保持它的新鲜。像我们今天呢就用到这个1小包，然后我用它呢做欧式面包啊、台式的吐司啊跟甜面包都非常的成功。贝果要有嚼劲，最好用高筋面粉。今天的食谱可做8个，2种口味。搅拌缸内加入面粉、一点速发酵母跟贝果的特殊材料麦芽粉。它内含酵素，可以促进发酵，帮助上色，强化韧性，做出贝果的咬劲，所以尽量不要省略。还有砂糖、一点盐。液体的部分有油、鸡蛋跟水。这一次的开场自己弹。开始搅拌面团，低速搅拌3分钟，让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之后，转中速搅拌3到4分钟，直到面团有光泽，不粘手。贝果呢是比较硬的面团，所以呢不是用梨缸来判断的，但是要打到它表面光滑，所以总共时间大概是6分钟左右。那现在去发酵，滚圆放入抹油的发酵盆，以30度左右发酵40到50分钟。发酵完成判断就是用手在面团的表面戳动，不会回弹即可。发酵完之后，我们来整形。那蒙特尔贝果的整形呢非常随意，因为每次我买贝果的时候，我都有在看那个师傅怎么做，他们没有在称的，他就是随意的做这样子。那他们做的方式呢，因为贝果的面团很大一团，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子切条状，然后呢切这样呢，他们就开始滚。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像第一次一样，师傅就是非常的熟练嘛，大概粗细啊、面团的长度都算得很好，所以我们大概会称一下。那么就贝果的面团呢，80克到100克都可以，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取90克，所以大概呢就是取90克，不够的话就把它包在中间。
然后他们的整形方式呢，就是会先把面团擀成这样子一个长条形，大概是30公分的长度之后呢，你把它拿起来，虎口这边这样子绕一圈，然后这2段呢是它交界的地方，就是用手掌心这样子搓揉。那像我们女生手比较小，另外一只手你可以放在这里辅助，然后稍微施加点压力。那桌上记得不要有任何的手粉啊，或者是油啊，因为这样的话都会让面团没办法粘在一起，就干干净净的就好了。这个面团非常好操作，很柔软，接缝处呢要多滚几次，因为它等一下在煮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滚得很紧的话，它就会打开。就是这样，非常的简单，一个圈圈而已。然后呢，铺一个布，避免它干掉。你看，这布很可爱吧？Montreal Bagel 的特别的布，上面有告诉你 bagel 要加什么料，蛮可爱的。好，避免面团干掉。称90克一个。零碎的面团呢，你把它包在主要面团的中间，然后搓成长条，绕一圈，约1/3的面团重叠，然后在桌面上来回搓揉，直到面团结合在一起。这就是蒙特楼 Bagel 的独特整形手法。Bagel， 今天在做 Bagel 你有兴趣吗？当你可以一手完成，一手呢还可以接电话，表示你已经是 Pro 了，可以去 Bagel 店应征了。那为了模拟 Bagel 店他们那个柴烧烤炉那个保温效果很好，我们放一个石板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的 Bagel 就直接在上面烘烤，一起预热215度。虽然 Bagel 的食谱一直是店家珍藏的秘密，但是呢，2家最著名的 Bagel 店老板在受访的时候都有提到，他们烫 Bagel 的水会添加蜂蜜，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帮助上色，烤完呢会有一层光泽；第二呢，为了牢牢粘住芝麻。比例是2公升的水配50 ml 的蜂蜜，还有1大匙的小苏打粉。滚了之后呢，不要开大火，大概保持中小火微滚的状态。不要贪心，一次烤多少就烫多少，因为 Bagel 烫完之后最好直接入炉，不要等太久。今天分2批烫，总共烫的时间是3分钟，中途要翻面。中途翻面。趁热，不要等。那这个步骤呢，建议戴个手套操作，防烫，也预防芝麻呢粘得满手都是。绝对要趁 Bagel 热热的时候裹芝麻，因为一冷却下来它就会粘不住。尽情的让 Bagel 在芝麻海里面旋转跳跃，没有裹得满满的，不停歇哦。耶！成功在碗里面让 Bagel 翻面了，好有成就感哦。Bagel 不用2次发酵，直接进烤箱。215度烤10分钟。现在来帮它翻面，要拿这个铁的刮板，不能拿这种塑胶的哦，会融化，很危险。翻面之后再烤7到8分钟。耶，上色，颜色好漂亮。
因为芝麻很多，不要用烤架，要用烤盘，它掉的满地都是。上面的芝麻刮一刮，有够多。烫剩下的4个 bagel， 烫的过程算是 bagel 的2次发酵，你会看到它会膨胀，然后变得胖胖的。另一个 Montreal Bagel 的口味是罂粟籽，但台湾不好买到，所以我用奇亚籽替代。做 bagel 还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动线要事先规划好。烫 bagel 的水、裹在外面的料，还有进炉的铲子，顺序呢要摆好，才不会手忙脚乱，做起来呢就会很流畅。烤焙的方式一样，215度，总共17到18分钟，中途要翻面。出炉 Montreal Bagel 完成，这是所有蒙特楼人的灵魂美食。那跟店内的我们来做个比较，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去买的，那我把它全部放在这袋子里面。芝麻的罂粟籽，店内的罂粟籽非常没诚意，几乎没有罂粟籽。店内的跟我的，比较小一点点，但是不是很像？左边是店家的，右边是我的。店家的也太没诚意了吧，全部都掉光了。好，那我切开给你们看。光是剖面图可以看到，它几乎没有孔洞。蒙特楼的 bagel 呢，比其他地方的 bagel 吃起来更扎实。刚刚呢是店家的，这是我做的，有像吗？另外一个口味，当天出炉的 bagel 口感很特别，它里面呢带点溏心感，是最佳状态。试吃时间。吃这个 bagel 的时候呢，桌上永远都有很多的芝麻粒，正常的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有点甜甜的，然后呢很有嚼劲，好吃，芝麻很香。最后跟大家分享 bagel 店老板被媒体采访时分享的独特吃法，就是多汁的无花果配上奶香味十足的奶油乳酪，再淋上一点蜂蜜，夹在 bagel 内非常好吃，很清爽，推荐给大家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吃了7年，研究超过1个月的道地蒙特楼 bagel 食谱，大家快点做做看，吃吃看非常有名的蒙特楼 bagel 到底是什么味道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